宝可梦里强到被削弱的5种特性。特性可以说是每只宝可梦都拥有的特殊能力，而不同特性的效果也全都不同，哪怕是同类宝可梦在特性上也会有所差异。不过特性也分3、6、9等，太拉胯没人会用，太强的却又被接连削弱。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强到不得不削弱的特性。1. 踩影，顾名思义，踩影就是踩住对方的影子，从而让对手无法逃走换人，然而不得不硬着头皮战斗到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果然翁，在以前踩影还没改的时候，它就算是比较热门的宝可梦，但更多的时候踩影果神往往都会被用来同命调道馆主或者冠军的主力宝可梦，这样就能大大减少对战上的压力，也能让玩家更快的通关。但是随着版本更迭和踩影的效果实在是太影响游戏环境，于是就新增了同样拥有踩影的宝可梦，不受踩影效果的影响。等到了第6世代，踩影又不会对幽灵系影响，不过这从逻辑上是能够说得通的，毕竟幽灵系又不是活着的生物，所以压根就没有影子。最让人可惜的是水晶灯、水灵没解禁的踩影也被修改成穿透，不然以它的力度配上不能换人的踩影，能顶得住的恐怕也就只有神兽了。2. 唱反调。唱反调简单来说就是能力上升就会变下降，能力下降就会变上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宝可梦就是5代御三家君主蛇。虽然明面上唱反调没有被削弱，但还是在君主蛇最核心的招式飞叶风暴里动了点手脚，也就是削弱了一点伤害。而这个特性之所以没被加上条条框框，很大程度上也是君主蛇自身特攻和打击面不行，即便是加了2级特攻，也不过刚好达到神兽的正常标准。除此之外，阿尔宙斯里的眷恋云似乎才是用唱反调特性的主力，毕竟2级神的面板还是要更加华丽点。但比较可惜的是，眷恋云并没有像是飞叶风暴这样直接能够提高特攻的招式，所以只能说是未来可期了。3. 画皮。画皮是迷你丘的专属特性，效果就是能够挡住一次任何攻击招式。当然，要是对手有破格的特性或招式，那这个特性就等于白板。不过总的来说，画皮还是非常好用的，无论是用来强化还是用来开空间，那都是没有问题。再加上幽灵系不怕被机长奇袭，所以迷你丘也被玩家称作是最稳健的空间手。特别是在第8世代前，画皮被破后还不会被扣血，也能够搭配上气势披带来使用，可就算被削，那它也还是空间队的优选之一。4. 疾风之翼。要说动画里最强的家门鸟，小只的大王燕是数1数2的强，但是在游戏里真正具有很强统治力的家门鸟就只有第6世代的烈剑鹰，而它强的原因就是因为特性疾风之翼的效果能让飞行系招式具有先制度，无论是顺风还是羽期，又或者是勇鸟猛攻，都能让它变成功能性极强的输出。因为这样，本就被妖精系克制的格斗系又多了一个天敌，这直接导致格斗系宝可梦在当时几乎绝迹，直到武道雄狮的出现和疾风之翼被加上了满血才能触发的限制后，格斗系这才缓了过来。由此可见，疾风之翼这个特性是有多恐怖了。5. 亲子爱。亲子爱这个特性比起前面任何一个特性来说都毫不逊色，而作为超进化代兽拥有的专属特性，它强就强在招式的追加效果能够触发2次，这也意味着只要超级代兽用了增强拳，那就相当于是自带剑舞，而别的状态触发几率也会大大增加。简单的说就是升级版的天恩。除了这些，然后才是第2次造成的伤害，不过这个伤害也在第7世代后从第1次的1半削弱成第1次的 25%，虽然说有点影响，但只要追加效果还在那儿，超级代兽还是很强。加上前面说的格斗系绝技，一般系的超级代兽就更加没有了天敌，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游戏环境都在研究怎么打超级代兽。仅凭这些，即便是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也能感受到超级代兽的统治力了。好了，以上就是宝可梦里强到被削弱的5种特性，咱们下期见啦。